距离四中全会开幕还有6天，打开各种社交媒体，从华尔街到自媒体，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习近平被软禁，元老派出手，新四人帮即将被清洗。一场场跌宕起伏的宫廷大戏，就差一声枪响来确认剧本的真实性。但真正读懂中共政治的人都明白，最高层级的权力博弈从来不是靠枪声解决的。因为那艘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大船，船长可以换，但谁也不敢把它炸沉。一旦动用军队，那就不再是权力斗争，而是政权崩溃。所以真正的较量往往发生在最安静的地方，发生在闭门会议的沉默里，发生在官方媒体那种极不正常的万马齐喑的平静之下。这种平静背后隐藏着一个正在失控的现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期这场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美摊牌。特朗普方面提出的条件可以说刀刀都砍在了中共体制的要害上。第一，要求开放互联网和信息自由，外企可以稳定使用 VPN， 美国 App 不能随意下架，断网不能搞突然袭击。而信息管控是中共这个政权的命脉，是他维持统治的基石。一旦答应开放互联网，老百姓都能看到真实的世界，那么谎言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了。第二，要求交出数据主权。TikTok 的美国用户数据必须100%留在美国，算法和代码要开放给美方审计，甚至董事会都要由美方主导。一旦 TikTok 的算法被审计，那些悄悄限流香港抗议视频、自动屏蔽台湾国旗图标的后台操作就会被曝光，整个平台的性质就会从商业公司变为外国政治影响工具，面临全球市场的信任崩盘。美方想看的绝不仅仅是拼多多的买家信息，而是要通过数据流动看清拼多多后端是否与政府平台共用云基础设施，阿里云是否与地方公安数据中心物理共仓。而一旦答应数据自由流通，让美国的审计团队进来，那中共长期遮掩的政商勾连、影子治理体系就等于被放在 X 光机下扫描。第三，要求对稀土、石墨等关键资源做出书面承诺，不搞贸易报复，不以国家安全为由断供，甚至要公开审批标准，接受第三方机构核查产能和库存。这等于要求北京自废武功，放弃手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反制美国芯片封锁的王牌。看清了这些条款，我们就能明白，这份协议在北京内部的任何一个强力部委，从网信办到国安委，都不可能同意。对他们的宣传系统来说，如果在一个经济最差的年份向美国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无异于公开承认路线失败，这会瞬间引爆被厉害了我的国喂养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反噬速度比任何经济危机都快。然而真正诡异的地方在于，北京选择用稀土资源来回应。据说最高层在病床上大发雷霆，决定对稀土、石墨、锂电池生产设备等关键资源出口进行逐批审批，以此作为地缘武器。但习近平身边没有人告诉他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稀土这个东西根本不值钱，中国一年出口的稀土也就2亿美金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中共任何一个高层家族，比如温家宝家族，被曝光的财富就有27亿美金。也就是说，这位最高领导人现在为了区区2亿产值的生意，去得罪全世界，引发可能高达上万亿美元的贸易损失。第二，稀土也不是什么独家秘籍，它的替代品半年之内就能搞定。美国、欧洲之所以自己不开采，纯粹是因为环境污染太严重，他们是把人当人，把环境当环境。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就动过这个念头，想在巴黎气候协定上拿稀土卡奥巴马的脖子，但很快就被劝住了，因为幕僚告诉他这东西的底细。他明白这招杀敌800，自损10万，是蠢人才会干的事。但10年之后，同样一张牌却毫不犹豫地打了出去。于是特朗普方面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100%的关税，彻底禁止芯片，停止波音飞机的零件出口，甚至禁止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领空进入美国。每一招都打在7寸上。美国的反制措施每年让中共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2万亿美元。
据说最后还是李强跑去说了实话，告诉他可能被骗了。可问题是，拳头已经打出去了，再想收回来就晚了。这种决策的荒诞化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整个系统运转逻辑的必然结果。今天中共面临的真正死局，源于内部两个正在同时发生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癌变。先说第一个，信息癌。很多人以为一个独裁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听到所有他想听的信息。恰恰相反，权力越集中，他听到的真实信息就越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讲真话的风险太大，而讲假话的收益太高。当说一句皇上英明就能升官发财，而说一句老大这事儿恐怕不行就可能家破人亡的时候，整个系统就会自动地高效地过滤掉所有坏消息，只向上输送领袖想听到的好消息。稀土这张牌就是这种信息癌变的晚期症状。下面的人为了迎合上意，肯定会把这张牌的威力夸大100倍，把它的副作用缩小100倍。他们会说，老大，这是王牌，是杀手锏，一出招就能让美的鬼哭狼嚎，但他们绝不会提这玩意儿的产值还不如恒大一个楼盘，更不会提人家半年就能找到替代品。我们看到的新片大跃进，最后搞出一堆烂尾项目，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最后变成一座鬼城，这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模一样的。当一个体制的最高层，他的眼睛，他的耳朵都被一群只会拍马屁的人给堵死了，那么他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将是一场豪赌，赌注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这场豪赌牵涉到了第二个，也是最要命的癌变，整个官僚体系的信任癌。权力斗争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过去的斗争大多是在一定的规则和默契之下进行的。大家心里都有一条底线，就是可以换船长，但不能把船给凿沉了，因为所有人都还在这艘船上。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军队和武警系统短短3年内，至少4名中央委员级别的将领落马，从国防部长李尚福到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甚至连被认为是亲信中的亲信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都消失了超过3个月。这种清洗的规模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反腐范畴。这种高压之下，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昨天还是座上宾，今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于是就出现了2种看似矛盾，实则高度统一的现象。一方面是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政策的连续性，不再相信任何承诺，所以才会看到所有人都选择躺平，官员们消极怠工，企业家们抓紧时间转移资产，老百姓则是不消费、不投资、不生娃。另一方面，更诡异的现象发生了。就在4中全会前的11长假，外界注意到，从北京到福建，从上海到重庆，几乎所有被视为嫡系的地方大员集体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整7天。官媒上没有任何关于他们活动的报道。他们去哪了？传闻是串联。有人推测，习害怕在即将到来的中央全会上，这些人会临阵倒戈，会弃权，甚至会跑票，所以他必须在会前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最后的摸底、施压和捆绑。而按照党内规定，中央委员的缺位必须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补齐。这本来是一个常规的制度性动作，但现在反对派或者说元老派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借补人之名，行换局之实，把他们的人塞进政治局，甚至是常委。这就不是在逼他下台了，而是在架空他。很多人以为元老派的分歧是亲美和反美的路线之争，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开始，中共高层的共识从来都是最终要超越美国，分歧只在于什么时候摊牌。胡锦涛时代，航母杀手导弹发展得如火如荼，这难道是亲美的表现吗？不，他骨子里也是反美的，只是认为时机未到，需要继续隐藏实力，暗中发展克敌制胜的武器。现在的问题在于太着急了，误判了形势，在实力还不足以全面抗衡的时候，就选择了硬碰硬，结果导致芯片被卡脖子，整个西方世界结成统一战线，经济陷入困境。
元老派认为这是自寻死路，是在葬送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家底。他们要的是回到韬光养晦的路线上，用时间换空间。现在在人民网、新华网这些中共顶级官媒的首页上，你看不到任何关于最高领导人今天在哪视察、在哪开会的动态报道，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关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的空洞标题。这种沉默恰恰泄露了天大的秘密。如果一切稳定，核心无虞，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高调宣传领导人的活动，用密集的曝光来粉碎谣言，稳定人心。而现在的低调和沉默，正说明内部的博弈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最后关头，双方都不想提前亮出底牌。官媒的任务不再是传递信息，而是掩盖真相，假装一切如常。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癌变放在一起看，就能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图像。一个因为信息癌而与现实世界隔绝的决策中枢，一个因为信任癌而全面瘫痪、人人自危的官僚体系。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死亡螺旋。这就是今天中共面临的真正死局。当一个体制的不透明达到极致，当权力运作的黑箱被焊死，人们就只能通过这些蛛丝马迹的异常信号去猜测箱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正在进入一个靠民间传说和政治谣言来驱动大众想象和恐惧的时代。这与当年林彪事件之后民间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何其相似。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终极的困境，这个系统已经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它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列车，最高领导人既是司机，也是唯一的领航员，而他身边的所有人，要么是怕他发怒不敢报告前方的悬崖，要么本身就是睁眼瞎。